父母找到我时，我正在路边给人算命，3年内不能婚娶，否则会影响气运。他们似乎是没想到我是干这个的，就这么站成一排不说话。还是宋青青嗤笑了一声，我看他一眼说：“不灵不要钱，先生要不要算一卦？”宋母的眼泪立刻就忍不住了。孩子，我是你的妈妈，跟我回去吧。我看着这几个人，脑子里浮现出几个字：黑气缠身，命不久矣。我收好自己的折叠小桌、罗盘、笔、黄纸，塞到一旁的小推车里。我还要回家收拾一趟东西，里面很乱。你们在外边等着吧。宋母非要跟着我去看看，剩下的几个也只能跟着。4个人跟着我走进脏污的小巷，时不时还有几只老鼠跑过。我听到后面传来干呕的声音，这能住人吗？我停住脚步，回头说：“可以呀，我在这住了10多年。”宋青青脸色变了又变，我没理她，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到一道红色的小门前，我推开门。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个灶台，一张桌子，一台老式电风扇。我推开旁边的门，从柜子里收拾我的衣服。宋青青捂着鼻子：“这堆破衣服还要什么？回去家里就会给你买新的。”我刚想说话，屋里突然进来一大堆人，把宋家人团团围住。“你们就是知意的家人吧？你们一定要好好对知意，这孩子吃了很多苦。你们一看就是有钱的样子，怎么这么多年才把知意找回去？听说家里头还有个养子，这人不知道会怎么对知意呢？我没爸没妈，都是这些街坊邻居和师傅把我带大。我要走，他们替我高兴，但也有不舍。王婶开始往我怀里塞东西，这是我们几个给你买的衣服，以前的那些都旧了，别穿了，去新家就得穿新的。很快，我怀里塞进了一个个大包小包，包的边角不小心蹭了宋母一下，她立刻嫌弃似的缩回手，看到我的眼神，又尴尬地想来帮我拎包。我说不用了，她也没强求。剩下的人可能是嫌脏，没有要帮我拿的意思，还是叔叔婶婶们帮我把行李都搬到了车上。我抱着自己的小黄包坐到了后座。宋青青皱着眉：“你不会要把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带回去吧？家里可没地方放你这些东西。”宋母狠狠拍了他一下：“怎么和你哥哥说话呢？”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那我就不回去了。”说完就要开车门。宋青青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还是姐姐宋清雅开口说：“宋青青，道歉。”宋青青不情不愿地说了句对不起。上了车，宋母开始问我平常过得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我在外面受委屈了。亲生父母这个词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陌生，因为我连养父母都没有。在差点被人贩子打断胳膊时，是师傅一把撞开那些人，把我抢了回来。宋母问什么，我答什么，只是车上的气氛实在太怪。我看着不停抽泣的宋清泽，这个人也是宋家的孩子吗？宋青青看到我的眼神，气道：“你才刚回家就想把清泽哥赶回去，就算你回来了，我们也不会把清泽哥送走。”宋清雅也解释道：“清泽毕竟跟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也是有感情的，我们一样会把你当亲人看待，希望你不要针对清泽。”宋清泽红着眼：“对不起哥哥，我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想看到我，我可以搬出去住。”我的眼神一个一个扫过他们的脸，我好像没说什么吧，只是问了句这是不是宋家的孩子，他们这才发觉自己的反应有些大。宋母急忙出来打圆场道：“清泽就是当年和你报错的那个孩子，之意以后你就是哥哥，清泽是你的弟弟。”我点头，没再说什么。宋清泽的抽泣声惹得我心烦，我索性开始闭目养神。车子颠簸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宋宅。下车时，没有一个人帮我搬行李，4个人走到屋子里才反应过来，落下了我。宋母又跑出来，我们四目相对，我掠过他，径直走了进去。见我自己进来，他们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宋青青本来还在帮宋清泽擦眼泪，这会也把纸巾攥在了手里。宋清雅呵斥了阿姨们一声：“少爷刚回来。”
为什么没人帮他拿行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甩锅，不用了，我自己也能拿。宋母这会儿更愧疚了，之意，你的房间还没收拾好，只能先委屈你住在1楼了。我点点头，问道：他们3个都住在2楼吗？宋青青呵了一声，你才刚回来，就盯上了2楼的位置。宋清则急忙拉住他，哥哥，青青不懂事，她只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感情深罢了。你要是想要，我可以把2楼的房间让给你。我摇摇头，不用了，我不想住你住过的地方，影响气运。说完，不顾他们的反应，就回了房间。晚上，阿姨叫我出来吃饭，他们已经在餐桌上坐好了，特地给我空出了宋清泽旁边的位置。宋清泽甜甜地叫了我一声哥哥，我看着他，就是这个人的妈妈把我和他调换，如果不是师傅，我早死了。带着这些情感，我实在无法对他露出笑容。宋清泽尴尬地看着眼前的碗，悄悄红了眼。宋清雅看着我，之意清泽在叫你呢。我吃饭的动作没停，左手拿着的汤勺摔进了碗里。我听见了，不想理而已。宋清雅听到我摔东西的声音，皱着眉道：你的教养呢？这么多年，你师傅和那群人就是这么教你的？说我可以，我不许他们说王婶。那群人是什么人？你们让我和小偷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要问我的教养？宋清泽听到我的话，眼泪滴进饭里。宋青青看哥哥哭了，哪里还能忍？你什么态度？清泽哥知道你要回来，还给你买了很多礼物。礼物？我放下筷子，被替换的不是你，被扔在垃圾桶里的也不是你。你当然不会知道寒冬腊月只穿一件单衣有多冷。我在外面流浪，还有人想打断我的胳膊，让我断肢乞讨。我撸起袖子，胳膊上很明显的几道疤，有的地方甚至深深的凹了进去。很明显，刚才摔进碗里的汤勺是因为我胳膊上的伤。宋清雅面色变了变，道歉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宋母惊了，她没想到我在外面过得这么不好。宋父也难忍悲痛，之意明天让清雅带你去做个检查。我摇头，不用了，师傅带我看过，这条胳膊除了能动，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对不起姐姐，我小时候只顾着吃饱活命，没人教我什么教养，只有人教我要怎么活下去。是我不配和你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吃饱了，你们继续吃吧。宋清雅站了起来，是姐姐错怪你了，对不起。我回头，如果我说这个家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呢？宋青青明显是想反驳，又想起我胳膊上的伤，硬生生闭了嘴。宋母这会儿也成了哑巴。宋父严肃道：毕竟是我们养了10多年的儿子，如果找到了亲生儿子，就把养子送出去，让外界怎么看宋家？之意，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清泽好好相处。我最后看了这家人一眼，如果你们非得选一个呢？没人答话，我自讨没趣。第2天，我是被饿醒的，没想到来这里的第1天，我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我套上王婶新给我买的衣服，鲜绿的配色，上面印着一只小猫。出门，一家人都已经起床了。宋青青震惊的目光从我出来就没离开过我的衣服，她憋着笑：你穿的什么东西？我扯了扯自己的衣服，新的，没有补丁，也没人穿过。怎么了？宋青青立马不笑了，联想到我的遭遇，尴尬地拿起了手机。宋清雅递过来一杯牛奶，我接下小口小口喝着。宋母叫我过去吃饭，我看了一眼，摇摇头，我对鸡蛋过敏。宋母尴尬地看了眼桌上的鸡蛋面，忙招呼阿姨给我煮一碗新的。我吃了碗面，肚子里的饥饿感才减轻了。吃过饭，宋母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去买几件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宋青青主动提出要带我去买。宋青则愣了一下：青青，今天你不是要陪我去取订的珠宝吗？宋青青啊了一声，眼神在我俩中间转了2圈，还是走到了我旁边。对不起啊哥，之意他刚来这里也没朋友，你找你朋友和你一起去吧。宋青青去车库取车，
只留我和宋清泽站在门口。他做了手指护理，指甲在光下亮晶晶的。哥哥，你要不要也去做一个？说完又嫌弃地看了看我的手。算了，有些人天生不配吃妇人饭，你说对吗，哥哥？我只看他，也不答话。他被我盯得发毛，说了句晦气，然后上了司机的车走了。宋青青开车过来，看我还站在原地，不知道想起什么，竟然主动下车帮我拉开车门。我坐上去，抬起右手，我还是有一只手能用的。他挠挠头，谁管你？我怕你划坏了我的车。商场很大，至少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地方。我站在门口多看了2眼，宋青青嫌弃似的推着我：“别看了，快走。”中途他离开了一会，留我一个人在店里。我挑了几件便宜的衣服结账，又去旁边的店里买了几件大码男装、女装，准备带给王婶他们。想了想，还是用剩下的钱给宋家的每个人各买了一件东西。我在商场门口等到2点，宋青青都没有回来。我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一个3块钱的面包填饱肚子。等到下午5点，终于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我看了一眼，陌生号码，可还是接了起来。是宋母。之意，青泽腿受伤了，在医院，你先自己打车回来吧。我嗯了一声，挂断电话。手机里剩的钱不够我打到宋宅，我只能让司机在路边停车，然后走回去。我又饿又渴，回到家人都齐了，就连平时忙于工作的宋父都在家里。宋清泽见我回来，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不好意思啊，哥哥，害得青青妹妹没去接你。我都说了，让爸妈他们不用过来，他们非得来。幸好只是扭到了脚，不然爸妈就该担心了。”我看着他的脚，上面包着薄薄的一层纱布。宋清泽捏了个葡萄放进嘴里：“逛一天都累了吧，哥哥，快坐下吃点葡萄。”阿姨接过我手里的东西，惊讶地叫了一声：“这是给先生和夫人买点东西吧？”“哎呦，还有少爷和小姐的。”一行人像是没想到。宋母走过来，拿过购物袋，一件一件地往外拿。宋清泽沉着脸，又故作欢笑：“应该没有我的吧？没关系，哥哥不喜欢我也是应该的。”宋母把东西都拿了出来，一共5件，不多不少。宋清泽的笑容僵住了。宋母像是想到了什么，把我买回来的东西都陈列了出来。几件便宜的衣服裤子，那些大码的肯定不是给我穿的，再加上这些礼物。宋母愣了一下，问：“之意，你是怎么回来的？”像是为了印证他的猜测，做饭的阿姨指着我的脚：“少爷的脚流血了。”我回头一看，脚后跟上的皮肤都被磨红了，白色的袜子被浸成了血红色。宋青青急忙站起来去拿医药箱。宋清雅扶着我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脱下我的鞋子，可袜子已经和我的血肉粘连在了一起，无从下手。我没看他，自顾自地把袜子从皮肤上撕了下来。宋清雅看得皱眉，宋母啊了一声，捂住嘴巴，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很快，地板上聚了一小滩血迹。宋清泽的脸色变了又变，阿姨急忙拿了块毛巾让我垫在脚下。宋青青拿着碘伏，小心翼翼地往伤口上蘸。我一把夺过来，直接往伤口上浇，拿着绷带简单地缠了几圈。因为左手不灵活，绷带让我缠得乱七八糟。宋母不愿再看，赶紧给之意找个医生过来。宋清雅抓住我的手：“别缠了，等医生来吧。”我自顾自地缠好，没看他们任何一个人，留下句不用了。我累了，就回了房间。我是被敲门声响起的，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不会是晕倒了吧？赶紧把门踹开。我听出是宋母的声音，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开门。宋母站在屋外，后面跟着个穿白大褂的人。之意，起来吃饭吧，再让医生给你看看脚上的伤。客厅的气氛有些严肃。我到的时候，争吵还没有结束。宋清泽的眼睛红红的，原来我听到的声音不是做梦，是宋父把宋清泽批评了一顿。宋青青少见的没有维护自己的哥哥，见我出来，急忙站了起来，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没事吧？”
我没回他，让医生帮我包扎了脚伤。晚饭后，宋青青一直跟在我身边。我想看电视不会调，他就帮我调电视。我一动，他就把水果塞到我的手里。我吃下第4个橘子，旁边又伸过来一个扒好了的橘子。我看了宋青青一眼，你自己吃吧。宋青青尴尬地把手缩回去。那个，我们2个的声音交叠在一起。我看他一眼，说了句：“你先说吧。”宋青青还是把橘子塞在了我手里，说：“今天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留在商场的。我本来去了医院买药，清泽哥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受伤了，却怎么也不告诉我伤得严不严重。等到了医院才发现他只是扭伤了脚。清泽哥非得让我留下照顾他，我也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医院。”说到这，他又想起自己把我丢在了商场这件事，涨红了脸，说：“对不起。”说完，像是在等我的反应。我不会原谅你。我说完，他的头低了又低。但我也不怪你。那个电话是你让宋阿姨给我打的吧？他迟疑着点了点头。这个家里问过我电话号码的，只有他一个人。几天后，我的脚痊愈了，宋母又给我转了钱，说要亲自陪我去逛。我摇摇头，让宋青青陪我就好。宋青青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我陪哥哥去。”说完，没顾宋清泽铁青的脸色，就往车库跑。宋清雅也说：“那我和青青陪你去吧，她年纪小，不靠谱。”宋清泽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那今天谁陪我去复查？我的脚还伤着呢。”宋母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清泽，妈妈陪你去吧。谁知宋清泽气愤地跺了跺脚：“我不要，我就要姐姐妹妹陪我去。”说完，他才发现宋母的脸已经黑了，宋清雅的脸色也不好看。“我看你的脚已经好了，不用去复查了。你非得去的话，就让司机陪你去吧。”宋清泽气得落下泪来。可是这次没人再哄他了。我拒绝了宋母和宋清雅，只让宋青青陪我去。车上，宋青青高兴地哼歌。恰逢红绿灯，她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给我：“给哥哥，这是祛疤的药膏，我那天特地去医院拿的，这可是专家做的，私人秘籍，可贵了。”我没想到他会给我这个，内心挣扎了一会，问：“你有钱吗？”宋青青点点头：“有啊，你缺钱可以问家里要，我这里没多少。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摇头：“没有。你有多少钱？能给我20万吗？”宋青青愣了一会，掏出手机，没迟疑的要给我转钱。我阻止了他，抹擦着药膏上的文字，问宋青青：“你什么时候拿的驾照？”他没想到话题转变得这么快，却还是乖乖答道：“今年3月。”我点点头，又问：“你这周6是不是要和朋友们去爬山？”他惊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跟家里说呢。”我看着他：“别去。”宋青青啊了一声：“为什么呀？我都约好了。”我又说了句：“我还知道是你们4个人去，你别去。”宋青青更惊讶了，但看着我认真的神色，只能不情不愿地应了声“好吧”。我点点头：“你现在可以把钱转给我了。”这次他赚得不情不愿，我给他买了一个手串，他才高兴起来。回到家，他乐呵呵地帮我整理买的东西。宋清则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过来：“青青，累了吧？来吃点水果。”宋青青咂起一块塞进嘴里，又给我咂了一块：“谢谢清泽哥。”宋清泽却还站着不走。我看见他左手食指上包着一个创可贴，立刻就明白了他想干什么。但宋青青一直没发现，他放下果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没理他，继续吃着手上的苹果。宋清泽这才看到宋青青手上多了个便宜的手串，故作疑惑道：“这是哪里买的便宜货你就戴手上了，也不怕脏？”这个手串确实很便宜，不过寓意极好，是保平安的。我买给宋青青的时候没说这个手串多少钱，她也没问，不嫌弃的一把就套在了手腕上，和那个昂贵的手表挨在一起。宋清泽握住她的手，小心划坏了我送你的表。说完就要把手串摘下来，宋青青急忙扯开他：“这是志毅哥给我买的，
肯定不是便宜货。宋清泽挑衅地看着我，是吗？我笑得坦荡，确实不贵，几百块钱。宋清泽不屑地看了一眼手串，又伸手去摘。宋青青急忙护住，几百块的我也带。清泽哥，你别担心了，知意哥肯定不会害我的。宋清泽生气地看着我，眼里仿佛在抱怨我抢了他的妹妹，可这本来就是我的妹妹。吃饭时，宋清泽提起了这周六宋青青要去爬山的事。青青妹妹能不能带我一个？你们4个人多我一个不多。我知道宋清泽这是看我和宋青青走得太近，想要横插一脚。宋母给我加了一块红烧肉，那也把知意带着一起去吧。宋清泽皱了一下眉，又马上恢复如初。可是车上最多只能坐5个人，带知意哥的话就没地方了。我摇摇头，不用了，我不去。宋青青也不去。宋青青忙点头，对，我这周六有别的事，不去爬山了。清泽哥，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和他们说一声。宋清泽啊了一声，看向我，嘴角扯出一丝勉强的笑。为什么不去了？不是上周就打算好了吗？宋青青不在意地说，就是不想去了呗。宋清泽直觉是我搞的鬼，讥讽道，不会是知意哥用他那套东西给你算出了什么吉兆凶卦吧？宋父皱着眉，第一次在饭桌上出声，是吗？知意，我点头。几个人的神色开始变得凝重，宋母是少见的严肃。知意，你以后不要在家里提这些东西，我们都不信这个。青青，周六你要去爬山的话就去，别信些什么凶卦凶兆的。宋青青担忧地看了我一眼，好，不过你们错过知意哥了，他没算那些东西。我打断宋青青，我确实算了，周六那日宋青青如果出门会有血光之灾。宋父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餐桌上，你再说这些东西，就给我滚出去！宋父气得胸口不停起伏。宋清雅拍着宋父的背，宋母突然开始落泪，宋青青也放下碗筷，一点一点帮妈妈擦着脸上的泪珠。宋清泽也凑在宋母身边，眼神却看着我，眼里是势在必得的得意。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波澜不惊地开口，是因为那个死去的5岁的妹妹吗？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宋父铁青着脸，直直地把盘子摔向我。你既然知道，还要给青青算什么破卦？就是你们这种人害死了琳琳。宋母抽泣声不断。知意，你把那些东西丢出去好不好？宋清雅给我打了个眼神，让我立刻去屋里把那些东西扔掉。我没动。宋清则气道，你既然知道了家里被这些东西搞成什么样，还敢装神弄鬼，忽悠青青。宋青青小心翼翼地举起手，那个，我没和知意哥提起过这些事，他们自己不说，自然而然地以为是宋青青把这些事告诉我的。几个人顿住了，不是宋青青告诉我的，那是谁？我继续说，妹妹死前大约1个月，宋清泽发了一次高烧，对吗？去医院也治不好，你们这才请道士来看，但道士看完没多久，妹妹也高烧死了。宋清泽脸色巨变，宋母瞪大眼睛。宋家确实有个小女儿死了很多年，没错，这事儿大部分人也知道，但是其中的细节，他们却是除了家人谁也没说过。知意，你怎么知道的？宋母说话都有些结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至于宋青青，爬山她想去就去吧，我不管了。一顿饭不欢而散。宋父认为我说的这一切，要么是别人告诉我的，要么是我猜的，但他骗谁都骗不了自己。我猜个大概也就罢了，但竟然连宋清泽发烧和家里请道士这件事都猜对了，那便不是猜了。这几天，一家人都被我说的那几句话搞得心神不宁。我一直待在家里，哪也没去。宋青青总是想来找我搭话，却又被宋清泽拽回去。他竟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你离他远点。连宋母这些天都当我是透明人。我知道这是触到宋家的逆鳞了，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几天。宋母欲言又止，还是宋清雅说：“知意，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点点头，我知道，只是之前有个顾客找我消灾，
在这里不方便。”宋父听到我又开始说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气道：“你明天就给我滚出去！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再回来？”我只拿了几件衣服，因为没过多久，他们就会把我请回来。走之前，宋青青给了我一张卡：“志毅哥，你跟爸妈服个软，认个错，他们心疼你，你就不用走了。”我摇摇头，我还没有叫过他们爸妈。宋青青这才回想起来，我来了这么多天，一声爸爸妈妈就没叫过。她想拽住我，又被楼上的宋父大声呵斥道：“让他走，别拦他，看看到底哪里比得上清泽。”我抬起头，目光直直地望过去。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必须要选择一个人留下，会选谁？这是你们给我的答案，对吗？宋母说不出话了，挽留的话挂在嘴边说不出来。宋父冷哼一声，回了卧室。走之前，宋清泽对我挑衅一笑：“哥哥，希望你能赶紧扔掉这些东西，然后回家。听说你还没上过学，我等会求求爸爸，只要你愿意回来，就让爸爸送你去上学。弟弟永远在这里等你。”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宋清泽说的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希望宋青青能听我的话，那天不要去爬山。宋清雅把我送到酒店，也递给了我一张卡，我推回去：“不用了，这些钱可以之后再给。”宋清雅没明白我的意思，还是把卡强塞给了我。我看着她说了没头没尾的一句话：“你18岁时也受过伤，对吗？”宋清雅猛地回过头，想问你怎么知道，但我已经进了电梯，钥匙扣上挂的铃铛叮铃铃的响。我握住她：“别吵，哥哥知道了。这些天我在酒店过得并不算好。”宋清雅估计一回家就告诉了他们我住在哪里，于是总有人在3更半夜敲我的房门。我告诉了前台好多次都没有解决。我知道这些人是宋清泽雇过来的，他现在还是明摆着的宋家大少爷。而我回来这么多天，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帮我办认亲聚会。碍于宋家的面子，前台肯定不敢管这些事。幸亏我从小就在这种吵闹的环境里长大，这点声音对我根本不成影响。但我还是没休息好，好地方住多了，都习惯不了原先住的地方了。宋青青这几天也一直在和我发信息，我没回她，但是今早我主动给她发了一句：“不要去爬山。”打开电视，为时已晚，新闻正在播报着。今日我市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失控的货车径直撞向一辆 SUV， 事故造成2死亡4受伤。我掐手算着人数，1个肇事司机，5个受害者。宋青青还是去了。宋母的电话打了过来：“之意，你快来医院呐，青青受伤了。”我还在路上买了2个烤猪蹄。到了医院，宋清泽对我破口大骂：“都是因为你和青青说那些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她才会受伤。你还有脸来？你手上提的什么东西？”宋清泽想拽我的袋子，没扯动，但猪蹄的味道散发出来。猪蹄，青青都受伤了，你还有心思吃？宋清雅也在一旁看着我提的袋子，面色不悦。看来我们3个都是刚来。宋母从病房里走出来，宋清泽急忙拉住她的手：“妈，青青没事吧？”宋母摇摇头，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把手里的猪蹄递过去：“崴到脚了，就好好补补吧。”宋父刚从病房里出来，听到我这句话，神色也有点怪异。宋清泽打开我的手：“谁要你的破东西？”宋清雅看出来我们几个的氛围不对，忙问：“妈，青青她到底怎么样了？”宋母侧身给我们让开路：“没什么大碍，就是崴到脚了。”病房里，宋青青吊着一条腿，乐呵呵地冲我们傻笑。宋清泽脱口而出：“你怎么就伤到了腿？死的不是你吗？”宋青青的笑容消失，宋清泽这才发觉自己说的话不妥当，忙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宋父怒急攻心，直接扇了他一巴掌：“你给我滚出去！”宋清泽踉跄一下，捂着脸，不可置信道：“爸！”宋父指着他：“我都听青青说了，是你一大早把他叫起来，
非让他给你去山上带个什么东西。要不是你，青青怎么会受伤？”宋清泽哭道：“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车祸？我是想让青青去山上给您求一串保平安的珠子。我听说那座山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师，特地想在您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您。”宋父愣住了，宋清雅为之动容，劝道：“爸，青青这不是没事吗？况且清泽也是为了您。”宋父的面色这才缓和了些。我看着宋清泽哭红的眼睛里全是怨恨，他就这么看着我。我笑了：“清泽，那个大师已经离开了，你不知道吗？”宋清泽的脸色变了又变：“你胡说什么？你这么关心爸爸，我以为你会知道呢。大师1个周前刚宣布离开了这里，这是当时还上了热搜呢。你不看手机吗？”宋清泽解释不出来，看向一旁的宋清雅。宋清雅的面色也不好看，但还是说：“也许清泽没看到呢，怎么说也是他的一番心意。”宋清泽委屈地点点头：“我以为大师还没走，知意哥对不起，我不该让青青出去的，早知道就该听你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血光之灾了。”听到血光之灾，宋父才想起来我几天前说的那些不吉利的话，谁把他叫来的？宋青青虽然受了伤，但声音不小。知意哥是我叫来的。我把猪蹄递给他，还是热的。宋母见是宋青青叫来的我，也不好发作，眼里只有心疼。青青，你把知意叫过来做什么？宋青青扭着身子去拿口袋里的东西，摊开手，是几颗已经断掉的珠子。我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没带知意哥给我的那串珠子。知意哥说那串珠子能保平安，我想回去拿，他们嫌麻烦，就说先到山上等我。我下了车，还没走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了爆炸声。我这脚是被吓了一跳，没看到后面的台阶才崴的。宋青青顿了顿，心里还是后怕。刚才我看新闻，死的那个人坐在副驾驶，我下车之前就坐在副驾驶，这下全病房的人都看向了我。我说珠子断了就是挡灾了，但我今天早上明明发信息告诉过你不要去爬山，你若是不去，连腿也不会伤。宋青青愣住了，信息？什么信息？我没收到。宋清泽脸色变了，忙说：“竟然青青没事，我们就别问了，让他好好休息。”宋清雅拦住了他：“你这个当哥哥的，平时不是最关心青青了吗？”宋青青解开手机，屏幕碎了一点，但不影响看。我拿起来点开宋青青和我的聊天框，不要去爬山几个字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机里，而宋青青手机里却空空如也。宋青青拿着2块手机反复对比，怎么会这样？难道是信号问题没收到？不对呀，我明明记得早上手机响了一声，然后我让清泽哥帮我看看，他像是反应过来了。清泽哥，宋清泽脸色铁青，嘴唇发白，不是我删的，我没看见他发的信息，不是我。看着他的样子，我脑子里浮现出4个字：不打自招。宋家没有蠢人，宋清泽这副样子，摆明了事情是他做的。宋母震惊地看着他：“清泽，你为什么要这样？青青可是你的妹妹呀！”我没有。宋清泽捂着脑袋，又突然指向我：“是他用那些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害了青青妹妹。若是之前这么说，他们也就信了。可是这次偏偏是我救了宋青青。好了，先回家吧。”宋青青的眼里满是失望。宋清泽可是自己从小护到大的哥哥姐，却偏偏是我这个他刚开始看不上的人救了自己。几天后，宋青青出院了。这些天里，宋清泽四处讨好着宋父、宋母和姐姐。我知道他们对宋清泽这么多年的感情，单凭宋青青脚上受的这一点伤，宋家仍旧不会把他赶出去。不过他有命要长，既然不想离开宋家，那就去里面待着好了。宋青青拄着拐杖走进来，宋清泽想去扶，他却慢慢地把自己的胳膊抽了出来，然后坐到了我旁边。宋清泽红了眼：“青青，对不起，你原谅我吧。”宋母最近的心情也很复杂。
宋清泽到底还是自己养了10多年的儿子儿，他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些小辈关系变僵。青青，你哥哥和你说话呢。宋青青嗯了一声，抹撒着手里的珠子。我看出这是我给他的那串，不过少了几颗，戴不上了。宋清泽以为他是喜欢珠子，笑着说：“你喜欢这种东西，哥哥过几天给你买一个更贵的，好不好？”宋青青闷闷地说了句：“不用了。”我从兜里掏出一串新的，这个给你，5万块。宋青青一喜，急忙带上就要转账。眼看宋青青态度转变得这么快，还是以为我这串便宜珠子。宋清泽捏紧了手，皱着眉，轻声说：“志毅哥，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串珠子你也要跟青青妹妹要钱吗？”我看他一眼，保平安的，你也要吗？宋清泽脸色变了变，没说要不要。宋父还是不喜欢看我在家里搞这些东西，咳了一声。倒是宋清雅走过来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串，我点头，伸手，10万，我怎么还多5万？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忘了吗？18岁时我已经救过你了。宋父看报纸的手停了，宋母也顿住了。宋清雅的记忆忽然被吹回到7年前，那年他刚18岁，心高气傲。他本想去别国看球赛，那天却诸事不顺，尤其是回家后还在口袋里发现了一颗没见过的桃核。之后他就看到了飞机失事的新闻，那颗桃核。宋清雅看着我，你到底……我把宋父放下的报纸拿起来，携款潜逃的人找到了吗？那快递再不开工，工人们就要暴动了。宋父瞪着眼睛，我第一次在他脸上发现这么复杂的情绪。负责人携款潜逃，今天他刚听下面人讲，工人已经陆续开始罢工了。这事他还没跟任何人提。妈妈，我又说，这是我第一次喊宋母妈妈。宋母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应了声哎。我露出一个浅浅的笑，这是妹妹让我喊的。我又提起了这段禁忌之事，宋清泽立刻想过来打我，又被宋青青拦住。他脸上是狰狞的怒意，你又提这件事，惹爸爸妈妈伤心。爸妈，之意又开始装神弄鬼，这次却所有人都在拦他，就连平常一向向着他的宋清雅也神色不能自持。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妹妹让你喊的？我知道，除了宋清泽，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小小的新成员，所以琳琳妹妹的死也是全家人的痛。正好人齐了，我撂下这句话回了房间，拖出了第一天拿来的小推车。我把黄布展开铺在了桌子上，拿出里面的工具和那颗铃铛。宋母看着桌上的那颗铃铛，不可置信，这是琳琳的长命锁。你从哪里来的？这不是普通的长命锁，上面刻着冗杂的花纹，足以看出他们所有人对这个妹妹的重视。我没答话，咬破手指在铃铛上滴下一滴血。桌上的东西无风自动，指向了大宅的西南角，是宋清泽的房间。我问阿姨，宋清泽房间的后面有一棵树是吗？麻烦您找把铲子把那块地挖开，不是很深，应该很快就能挖到。宋清泽这会儿声音都在抖。爸妈，你们真信他吗？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可是害死了琳琳，这次不知道要害死谁。宋青青站起来，我相信志毅哥，要不是他，我几天前就死了。宋母也在纠结到底要怎么做。宋父拧着眉，他不发话。阿姨们不敢动，宅子里一下子静了。我揭开创可贴，包好手指，说：“我不会害你们的。”那棵树最终还是被挖开了。宋清泽哭着在旁边说：“别挖。”随后又转头去求宋父宋母，见没用，又死死地抓着我的领子。几年前就是你们这些装神弄鬼的人害死了妹妹，这次你想害死谁？爸爸还是妈妈，或是姐姐？其实你最想害死我吧？你就是故意弄这些东西，想把我赶出宋家。宋青青挡在我面前，指甲划伤了他的脖子。宋清雅没见过宋清泽这副样子，也走过来拖住他。清泽，你冷静点，找到了。阿姨一阵惊呼，从土里掏出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打开。
赫然是缺了一个铃铛的长命锁。宋母软绵绵地跪了下去：“怎么会在这儿？这个东西明明是我亲自带在琳琳身上的，琳琳是带着她下葬，我希望她在下面也平安。”宋父搀扶起妻子，眼眶也红了，之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琳琳的长命锁会在这棵树底下？宋清雅和宋青青也凑过去，他们都认识这个东西仿造不了，只有宋清泽还留在原地，小声道：“这不可能，不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颠覆你们的认知，信与不信，你们自己判断吧。我和宋清泽不是不小心报错的。宋清泽的母亲，你们其实也认识，她姓姜。”宋母几乎是立刻就回忆起了这个人，是很多年前在宋家帮忙的保姆，但手脚不干净。在他偷了宋母那条100多万的项链被当场抓包之后，就被赶出了宋家。他因为这件事对宋家心生怨恨。我继续道，所以在几年后，把宋家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调包了。他遗弃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死了，就没人知道这件事了。你们帮他把儿子养大，也就是宋清泽。可他的命早就该绝，只得吸取别人的寿命。琳琳5岁那年，便到了时机。其实你们当时若是不赶走那道士，琳琳不会死，宋清泽也不会死，只是寿命会短些。但你们把那道士赶走了，琳琳就只能死。琳琳告诉我，她那天痛极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哥哥想杀自己，她想喊爸爸妈妈，却怎么也说不出话。琳琳高烧了几天，就向你们求救了几天。宋母悲痛欲绝，是我们害死了她。我没答话，自顾自地说道：“你们没发现，自从开始抚养宋清泽，宋家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吗？而且宋清雅和宋青青小时候也经常受伤吧？今年原本宋家还会再死一个人。”宋青青呆呆地指着自己：“是我。”我点头：“你们养大的这个儿子，才是这一切的元凶。”宋清泽尖叫起来，要上来扇我的脸。“你胡说，你胡说！”宋母比他更快，一巴掌把他扇到了地上。“你怎么能害你妹妹？她对你那么好！”几个人愣是没拦住宋母。宋清泽被打得扑在刚挖的泥土里，一边尖叫一边咒我不得好死。“闭嘴！”这一下格外重，是宋父扇的，把他给我拖出去，送到精神病院。宋清泽这下才慌了，精神病院比监狱更可怕。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我错了，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吗？琳琳死了，还有我呢，我永远是你们的儿子啊！”宋母抹着泪：“你还有脸说？若不是你，若不是因为你，琳琳今年都11岁了。没人能想到，他们全心全意用爱养大的这个儿子，杀了另一个女儿。最后，宋清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听说他多次自杀，但都没成功。宋家不让他死，他怎么可能死？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宋母颤颤巍巍地想给我跪下，我后退了一步。宋清雅急忙搀扶着他，之意能不能让我再见见琳琳？我摇头，见不到的。宋母呜的大哭了起来。宋父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卡，哑着嗓子道：“听说你们算完卦必须收钱，这里面有100万，够吗？”我把卡推回去，摇了摇手里的铃铛，已经有人给过钱了。几个人忽的像是失去了支柱，一个接一个的无声哭泣。晚上，我们真正的一家人终于吃起了第一顿饭。宋父想安排我去上学，我摇摇头，不用了。他也没再强求，只是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宋家唯一的儿子。我没说话，最后给了他们一人一个手串，不值钱，保平安的。天刚亮，我收拾好了行李，准备早早离开。做饭阿姨急忙拦住我：“先生，夫人，少爷要走。”楼梯上传来哒哒的脚步声，宋父、宋母、宋清雅、宋青青全都跑了下来。我没回头，而是说：“这个问题我问了你们2遍，如果在我和宋清泽之间选一个人留下，你们会选谁？你们当时选了宋清泽，现在知道他不好，又想来选我，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我走了，
我听到宋母哭着喊我的名字，听到宋青青哽咽着喊哥哥，我仍旧是不回头。或许就是像王婶说的那样，宋家这么有权势，怎么会这么多年才找到我呢？他们看到我在街边算命，是觉得晦气吗？我把这些事抛在脑后，踏出宋家的大门。我想起师傅那天说要教我一个新阵法，我还没学呢。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彩票中3个亿，我打了所有人的脸，历史上最高奖金被我抽中了，3亿2千万，扣掉税还剩2亿7千万，我要乐疯了，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刻分享给女友。结果他先打电话过来和我提出分手，他的白月光考上了公务员，说我配不上他了，都说穷不过3代。我爸对这话深信不疑，咱家周家到你这代，就算穷到头了，你将来打光棍，爸不怪你。这是我爸临终前对我的嘱托。我当时只顾着哭，后来才知道这话是真的。因为家里穷，我妈带着我，从小被人嫌弃到大，亲戚朋友没一个和我家来往的，都怕我妈赖上他们，找他们借钱。我妈总说周家穷，并不是我们不努力，主要原因是倒霉，好事碰不到，坏事一箩筐。从我爷爷那代起，日子但凡稍稍有点起色，立刻就会遇到倾家荡产的倒霉事。这一点在我身上也应验了。我天生高智商，又出身超级大寒门，历史早，学习那叫一个努力，成绩从小好到大。偏偏高考那天拉肚子，老师说我是清北的料子，结果只考了个普通的一本院校。本来还指望着考上名校转运，结果最后的机会也破灭了。我大学学的又是经济管理这种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冷门专业，更加是翻身无门了。这样的我，大2的时候竟然交了女朋友，她是我的发小李娇。她知道我的现状，不仅和我走完了大学，毕业后也不离不弃。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这辈子就她了，不管受多大委屈，也要让她过上好日子。大学毕业后，我放弃幻想，送起了外卖。这天我陪着同事一起买彩票，这是同事最大的乐趣，他非忽悠让我也跟着一起买。我说我没那财命，家底掏空了，也中不了5块钱，但我最后还是买了。没有任何经验的我同一个号买了10注，同事笑我脑子进水。开奖当天我都没看头奖号码，还是听同事告诉我的。我听着有点耳熟，回到家一看，我立刻就理解范进中举的时候为什么会疯，我当场就疯了，一时间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最后失控的乱喊乱叫。热心邻居以为我出事了，敲我家门。我开门一上来就给他个拥抱，接着我就拿出手机，想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李娇。我俩还真是心有灵犀，他同事也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自己有重磅消息要告诉他，李娇没问我是什么消息，也说有件事要告诉我，让我和他见面聊。我当时听他说话的语气有点低沉，似乎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这时的我还很自信，觉得李娇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能让她笑出声来。头奖3200万，我买了10注，就是3亿2千万。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吗？我在餐厅见到李娇时，发现她身边多了个男人，这人叫孙兵。说起来，我们俩家其实还有点亲戚关系，但孙兵家庭条件好，远不是我家能比的。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此时的孙兵看着别处，他明明认识我，却对我视而不见。李娇邀请坐下，一副要谈大事的表情，开场白就给我当头一棒。周川，我仔细想了想，咱俩还是不合适，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是全方位的体验了什么叫穷日子，这种日子我受够了。这话很是刺激我，但他说的不对，我穷是不假，但我俩在一起这些年，我没亏着他。大学期间，我打好几份工，赚来的钱我自己没花多少，基本都给他了。工作以后，我白天送外卖，晚上摆地摊和城管斗法，赚来的钱我也都是第一时间上交。
平日里对她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把她当成公主一样宠着，生怕她受一点委屈。结果在她看来，跟了我她就是受了天大委屈。我这边还没等替自己辩解，孙兵又继续站出来刺激我。李娇脸小，有些话我替她说吧。我最近考上了公务员，1个月工资有5000，听说现在送外卖一单老便宜了。你1个月能有2000，你根本养不起他，以后我来养他，你也别心里不平衡。像你这种穷鬼，李娇能和你谈恋爱，都是对你的赏赐。我在心里大概算了一下，按照孙兵的工资水平，他想要赚我彩票中的这些钱，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差不多要干满上下5000年。李娇这时候问我，我和我男友要吃饭了，你没事就离开吧。孙兵还不忘刺激我一下，还是说你也要在这里吃？不过这里的菜可贵。李娇和我分手，我还是挺失落的，毕竟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而且他找谁不好，偏偏找孙兵，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这辈子没恨过谁，孙兵是唯一的一个。孙兵这个孙子欺负我似乎是他唯一的乐趣，从小学1年级起，他就是我的噩梦。当时我爸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在家，他逢人就造谣说我没有爸爸，因为背后没人撑腰，我成了被霸凌的对象。他经常带着一帮小朋友脱我校服裤子，对我动手也是常有的事。最恶劣的一次，他们逼着我吃大便，幸亏被老师及时发现，要不然这件事我一辈子都消化不了，整个人估计也就废了。我妈也知道孙兵总欺负我，初中我家换了地方，结果高中这孙子又阴魂不散的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他又开始联合别人霸凌我。不过这次他没有得逞，毕竟我学习好，是老师眼中的红人，遇到问题有老师帮我撑腰，老师照顾我3年，指着我帮他扬名立万。结果我偏偏最关键的一次考试掉链子，老师劝我复读，我家却拿不出钱。如今我的人生刚看到春天，孙兵这个混蛋又过来横刀夺爱，我只能安慰自己，能被人抢走的都不叫爱。我一路想东想西，送外卖超了时，客户大吵大嚷地说要投诉我，我却忽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我现在都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还送你妈的外卖。我去公司辞工作，经理还劝我，如今工作不好找，咱们这儿的待遇算好的了。这经理平日里没少打压我，如今挽留我并不是惜才，是像我穷的这么稳定的韭菜不好找。我回敬道，是不好找，1个月累死累活赚不到4000，我老婆都跟人跑了，办完了辞职手续，经理还不忘奚落我，活该穷死你。我看着他，心里一阵冷笑。过不了多久，这家外卖公司应该就要换老板了，我打算将其买下来。学习经济管理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钱生钱，之前我的问题是没有钱，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看着骂我的经理，心说先让他嚣张几天吧，现在他有多狂，到时候就有多打脸。回到家，我把自己中大奖的事情告诉我妈，我妈上来就用手摸我的额头，不发烧啊？怎么还说胡话呢？见我妈实在不信，我只能给她看银行账号。我妈看完直接晕了过去，把我吓个半死。我正准备报警，我妈醒了过来，抢过我的手机，认真的看了半天，哭着说周家倒霉这么多年，终于转运了。我妈第一时间就张罗让我捐款，老慷慨了，开口就是1个亿，被我婉拒了。我说，妈，你觉得我是不配有钱还是怎么的？差点没让你全捐了。我妈说，你捐1个亿，你不是还剩1亿多？我说，就捐200万，不能再多了。当初我爸重病，就是因为没钱看病，我妈四处借钱的时候，医院那头给停了药，要不然我不会小小年纪就失去那么疼爱我的父亲。当时怎么没人给我家捐1分钱呢？况且我真的捐出1个亿，不定到了谁的腰包里。真的急用钱的穷人，可能1分拿不到。隔天我就带着我妈去看房。之前我妈一直住在城中村，条件不便利不说，
很多房子根本就是危房。我跑外卖的钱也拿出一部分给我妈，让她换租楼房，可她就是舍不得。我妈是真的苦了大半辈子。我这次直接带她去看市区里最贵的小区，漫步地中海。这里的房子都是大面积，10万一平起售。我妈一看价格，拉着我就要跑，被我硬拉了回来。我带她去看了一个带露天花园和落地窗的房子，面积300平。我妈看的眼睛都直了，直言住这样的房子，她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我俩正看得起劲，一个声音从远处飘了过来，是周家母子。我没看错吧？说话的人是孙兵的妈妈于鹤。我们两家有亲戚，按理说我应该叫她大姑，但我从小到大一次没叫过。这女人比她儿子孙兵还坏，这些年一直踩在我妈头上，说出来的话全是人身攻击。和她一起的还有孙兵，在这里碰到这对母子还真是冤家路窄。要命的是我妈，本来直挺挺的身子，一看到于鹤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腰一下子就弯了下去。也不怪我妈，这些年她都被欺负怕了。于鹤这时已经和孙兵一起来到我们身边，孙兵一脸嘲讽地说：“周大娘，你们怎么也跑到这里来看房子啊？是跑错地方了吗？”于鹤一副狗眼看人低的表情说道：“儿子，人家只是穷，不是蠢，知道哪里的房子漂亮，反正哪里的房子都买不起，看热闹也知道挑漂亮的地方看。不过你们穿成这样，人家能放你们进来，倒是挺让人意外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留意到我妈穿的还是平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我也是粗心，来之前应该带我妈去买件新衣服。这对母子刚把我们娘俩奚落完，还没等我还嘴，售楼员就走了过来，很是温柔地问于鹤：“请问您二位是过来看房吗？”我高声质问那个售楼员：“我和我妈进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过来招待呢？”售楼员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来了句：“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我们的时间宝贵，只会服务那些真心过来看房的人。”此言一出，孙兵和他妈的眼睛都笑没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质问售楼员：“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真心看房的？”孙兵听完哈哈大笑：“你可别逗了，别说这里的房子，你把你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连房子的大门你都买不起，还买房？”售楼员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很耐心地和孙兵解释：“我们这里提供免费的点心和饮品，你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进来蹭吃蹭喝，我们也没有办法。”这话听完，我是真的火了。你说谁蹭吃蹭喝呢？我这话几乎喊着说出来，一下子搞得整个售楼大厅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一个身穿笔挺西装的男子快步走了过来，他是这样的经理，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售楼员躲在一旁不吭声。孙兵和于鹤这对坏种母子站出来讲话。我说：“你们这里的安保应该加强了，怎么什么样的人都放进来呢？这是贵族小区，只服务高端客户，当心有些穷鬼不怀好意，到时候闹出什么犯罪事件，你们到时候可收不了场。”经理对于鹤的话表示赞同，随后转过身来，想让我和我妈离开这里。我真是憋了一肚子气，为什么我要走？我没有资格买这里的房子。经理冷冷一笑，提醒道：“这里的房子最便宜的户型10万一平米。”我笑了：“你是觉得我拿不出钱来呗？”孙兵立马站出来拆我的台：“是你有钱，天天送外卖，蹭员工宿舍住，你妈住城中村的危房。”一听这话，经理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语气也变得强硬：“我恳请你们二位离开，因为你们已经影响到我们客户的心情。如果你们非要赖在这里不走，我恐怕会考虑报警。”我妈一听对方说要报警，立刻怂了，拉着我的衣服小声说：“儿子，咱们还是走吧。”她这么一搞，所有人都觉得我和我妈是进来蹭吃蹭喝的穷鬼，周围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这对母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里是他们随便来的地方吗？把这个小区的档次都拉低了，搞得我看房的心情都没有了。我和我妈被这些人围攻已经够委屈了，
经理这时又叫来保安，保安更加粗鲁，不由分说的就把我和我妈给拽出了大厅。期间，我想和他理论，还被他言语威胁：“你们这种穷鬼也敢到这里来闹事？告诉你，我们弄死你都白弄。”我本来是真的想给我妈买套房子享福，经过这么一闹，我的想法变了。我现在去买，你们把我撵出来，将来我让你们求着我去买。我中了史上最贵的彩票，这是一个大新闻，几十家媒体都想过来采访我，被我婉拒了。我不想平静的生活被打扰，今天受了这么大气，看来这波热度我要利用一下了。离开售楼大厅没一会儿，我就接到了李娇打来的电话，上来又是一顿放毒。我因为嫌弃你穷，和你分手，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刺激，但你也不能做这么荒唐的事，到咱们这最豪华的小区去闹事。虽然分手了，我还是希望你理智，因为我出了什么事，我也会内疚的。我无奈地解释，我是真的想要买房，可李娇根本不信，还说我精神已经出问题了，建议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接着李娇又说，孙斌已经打算在那里买房子了，还说要写他的名字。我一阵冷笑，好心提醒李娇，孙斌这个人我最了解了，最擅长给人画大饼，他买的房子多半没你的份。听了我的话，李娇立马急了，周川，以前我只是觉得你穷，但人不坏，想不到你这么恶心，说起话来嘴里跟吃了大便似的。你不就是嫉妒人家孙斌吗？告诉你，孙斌家不仅有钱，他真是哪点都比你强，也绝对干不出你这么恶心的事，到豪华小区的售楼大厅里面去蹭吃蹭喝。换做以前，李娇这番话能把我气死，但我忽然想开了，哥现在是亿万富翁，最起码的胸怀和格局还是要有的。情侣一场，该提醒的话我提醒了，听不听就是他的事儿了。隔天我去了我们市的另外一个小区，万华豪庭。这个小区是出了名物业好，室内格局好，园区的环境也好，楼体的质量也很良心。唯一的缺点就是地产商不懂炒作，广告做得不好，价格也没做起来。至于漫步地中海，纯粹就是炒作的产物。我打算帮这个良心地产商。来到售楼大厅的时候，我还是穿着昨天那身穷哈哈的衣服。不过万华豪庭的售楼员对我十分热情，我提出要见他们经理，他也非常客气地帮我引荐。我和他们的经理讲，前段时间有个神秘人中了史上最大额彩票的事，想必您听说过这件事吧？经理忙说，这可是特大新闻，咱们这应该没人没听过吧？哎，也不知道那位神秘富豪现在人在哪儿，沾了这人的福气，我们小区的楼房也能大卖呀。我告诉经理，我就是那个神秘的幸运儿。经理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随后立刻就给我行了个大礼，老弟，买不买房子无所谓，您是绝对的财神爷下凡，能来我们公司就是我们的荣幸。我和他谈起了合作，称要在他们小区买一栋楼。经理一听，激动的都快哭了，称这对他们公司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我让他们准备一场售楼发布会，随后我又找到了我们这的电视台。当我说出自己的身份，他们也立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电视台的领导直接过来接见我，还说会主动帮我联系省电视台，把发布会的宣传力度做到最大最好。谈好了这件事，电视台的领导激动地握着我的双手说，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是一个绝好的城市宣传机会。我们是作为新批下来的准一线城市，利用这次机会还能带出一波旅游业的热度。你可是我们城市的大功臣啊，不愧是领导，小柯都一套一套的。不过他说的对，我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要么不干，要干就干一票大的。发布会定在1周以后，这期间新闻疯了似的宣传，市里的人几乎人尽皆知。我去超市帮我妈打酱油的时候，都听其他人在小声议论，听说了吗？那个中彩票的财神爷要买一栋楼，过几天还要开售楼发布会。当然听说了，
我可一定去看这活财神究竟长得什么样。到了发布会当天，我带着我妈一同前往华夏豪庭的售楼中心，那里早就围满了人。我和我妈费了好大劲才挤到门口，正要往里面走，就被一个声音叫住：“哟，这不是周家母子吗？你们俩还真是什么热闹都赶过来凑啊！”我猛地转头，立刻就看到孙冰他妈于鹤那张大脸。这次孙冰和李娇都来了，两人都用看笑话似的表情看我。孙冰也附和他妈，嘲笑我道：“这次又跑到这里来蹭吃蹭喝。”我在心里暗自劝自己，亿万富翁不和这种市井小民一般见识。别看他们现在咋呼的欢，待会有他们傻眼的时候。我拉着我妈的手继续往里面走，于鹤却在后面大喊：“你们俩怎么能插队呢？有没有素质？”他这句话一出，群众立马沸腾了。对呀，大家都在排队，凭什么你们俩特殊，穿得好像要饭似的，着急到里面化缘吗？过来看房的都是有买房意愿的贵宾，你们这种货色也好意思往里面挤？就是，穷不可怕，坏可让人受不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我妈都抬不起头。而且这些人不光说，还用手拉我们。没一会儿，我和我妈就被拉到了后排。无奈之下，我只能打电话给销售经理。接到我的电话，销售经理还有点着急：“财神爷，这边一切就绪了，就等您了，什么时候到？”我把自己遇到的情况讲给他。经理听完一个劲的道歉，直言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到位。随后，地产老板和经理一同出现在我面前，当着众人的面，把我和我妈迎到了里面。再次路过孙冰母子那的时候，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孙冰还和经理反映：“对，刚才就是这对母子插队。”经理一脸无语地看着孙冰说：“插队？这可是贵宾中的贵宾，没有他今天的活动都开始不了。”发布会开始后，我和我妈坐到了贵宾席上。主持人采访我们：“周先生，听说您要在华夏豪庭小区购置一栋房子，这件事是真的吗？”我点头：“是真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这是暴发户行为，实则并非如此。这个小区紧邻是重点初高中，据我所知，很多家在外地的学生连非常便宜的住宿费都掏不起，住在危房林立的城中村。我说的并非假话，当年我也是这些学生之一。我买来的这栋楼是专门为这些学生准备的，他们可以在我们免费住，物业水电费我全包了。此言一出，全场掌声雷动。发布会结束后，漫步地中海的老板急匆匆地找到我，紧握着我的双手，态度诚恳地问我：“周财神，我们小区也是重点学区房，你能不能也考虑我们这的房子？我们也可以为您开发布会，开几场都行。”对方毕竟是财力雄厚的大老板，该给的面子一定要给。不过也得实话实说，我告诉他，其实我最先考虑的就是你家，可惜你们家的售楼员、经理还有保安把我当成免费蹭吃蹭喝的人，给撵了出去。地中海的老板鼻子都气歪了，没一会儿就把他们的经理和所有的销售员以及保安全都叫到了我面前，让他们一起给我道歉。特别是那个销售经理，老板当着我的面要解雇他，还是我替他求情。算了，没这个必要。不过我是真心希望你们长个教训，别太势利眼，与人为善。经理这时也一脸委屈地替自己辩解：“我当时也是被一对奇葩母子给忽悠了。那对奇葩母子经常来这看房子，看了有几十趟，他们俩还污蔑周财神蹭吃蹭喝。我当时惦记卖他们房子，就被他们蒙蔽了。”这边说话的功夫，孙冰母子刚好过来看热闹，经理立刻就认出他们俩，就是这对母子，是他们害我错怪了周财神。孙冰母子此时已经顾不上被经理奚落，他们张大嘴巴，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向我，仿佛看到了世界第9大奇迹。经理这时又上前质问他们：“上次你们诬陷周财神，是你们第次去，每次你们都说这次看好了就付定金，到现在你们1毛钱也没拿出来，
势利眼售楼员也站出来帮经理说话。我看他们压根就没打算买，他们俩才是去咱们售楼处蹭吃喝的。孙兵想要还嘴，被他妈于鹤拦住，娘俩逃兵一样的溜走了。我最后还是婉拒了漫步地中海的邀请，没有买他们小区的房子。发布会之后，我成了名人，各大新闻媒体抢着过来采访我，省电视台更是为我制作了特别节目。采访当天，我刚来到省电视台门口，就被一个人拦下，我还以为是抢劫的，抬眼一看，竟然是李娇。我本来还以为接下来是一出前女友求复合的戏码。说实话，经过前面的事，我发现自己之前对李娇看走了眼，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然而李娇接下来的骚操作属实让我没想到，她当着一众媒体的面数落我：周川，我和你分手，你心里痛苦，我是能理解的，但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炒作，只会让我更加看扁你。一番话搞得我一头雾水。你觉得我是在炒作？李娇表情很是自信地说：难道不是吗？我之前说你买不起房子，结果你有钱了，一买就买一栋楼。你骗别人是给那些住不起房的学生买，但你骗不了我，你就是做给我看的。我实在懒得和他解释，电视台里还有很多领导等着我，你爱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吧。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事情经过省电视台的发酵，影响力越来越大，最后导致的结果，华夏豪庭这个小区房价翻了3倍多，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贵的小区。我当初买楼花了2个亿，转眼就变成了6个亿，剩余的钱，我投资了一家外卖公司，就是我当初上班那家。如今的年轻人自己在家做饭吃的很少，外卖是持续热门的行业。我虽然投了资，但占的股份不算多，可由于我影响力够大，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我受邀要当着一众员工讲几句。我其实有点为难，毕竟台下有很多是我昔日的同事，我是走了狗屎运，他们还在熬苦日子，所以我决定利用这次讲话，适当的提高一下基层员工的福利。送外卖其实是一个高危行业，外卖员拼死拼活，忙忙碌碌，就是挣一个糊口钱，其实非常可怜。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然而当我讲话时，会场内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质问我：你买彩票中的奖都是白来的钱，既然你觉得大家送外卖辛苦，应该把这笔钱分给大家，这道德绑架玩得真溜。我扫了一眼，说话的人正是之前把我辞退的经理，他还有一帮拥护者跟着他一同起哄。我真是给这帮人脸了。此时所有董事会的领导都在看我，想看我怎么收场。我淡淡一笑，用麦克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你们有谁觉得赵经理说的对，就站到他的队伍里，不支持他的人就站得远一点。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支持者觉得我本来是穷人，中了如此高额的彩票是偏得的，把这笔钱拿出来分给大家是理所应当。甚至有人觉得这笔钱本来就不该属于我，是国有资产，我有义务必须拿出来。不过也有人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人家中的奖金凭什么拿出来给你花？还国家的钱，你赚的钱怎么不给我花？就是有能耐你问当官的要钱，问问他的资产有没有义务给你。下面的人也在议论中逐渐分成2个队伍，支持赵经理的占少数，更多人选择支持我。我当即宣布我的解决方案：和赵经理站在一起的，从现在起，你们采用平均值，你们赚到的钱平均分配；另外一组采用原来的分配模式，干得多赚得多，干得少赚得少。而且跑单进前100的，月底额外发奖金1000。赵经理一听说自己的工资要被平均，立马不干了。他的工资是其他普通职工的几倍。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是在通知你们，分配制度就这么定了，试用期1个月，1个月后对这种分配方式不满意的可以改回来。我的决策也得到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支持。处理完公司的事情，李娇又带着孙兵过来烦我，
他们一开口，竟然是问我借钱。李娇很是理直气壮。孙兵想在漫步地中海买房，首付还差200万，你借我？巨大的荒诞感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脑门上，把我都气笑了。我反问他：李娇，你是吃错药了吗？你男朋友买房子，跑来问我借钱。李娇不紧不慢地开口：咱俩当初是和平分手，我陪了你好几年，你不能一点情分都不讲吧？况且我只是问你借，又不是问你要钱，之后我会还给你。我认真地看着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庆幸自己当初穷的时候她把我甩了。如果我就是不借呢？这两人果然早有准备。李娇给我看了一个视频，是当初我和她亲密时候的视频。她录视频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不过一看视频内容，我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录的。那是在2年前，和李娇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俩就亲热过一次。明明是她主动的，她随后却表现得不情不愿。看完视频，我问她啥意思，李娇说：孙兵说这个视频可以起诉你了，除非你把钱借我。我顿时什么都明白过来，难怪李娇当时和我亲热完，破天荒地打听我家经济状况。她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想过要利用视频讹我一笔钱，只是没想到我是彻头彻尾的穷光蛋。没准她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脚踏2只船，偶尔便宜我一次，竟然是想讹我钱。想到此处，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在我早有准备，我用言语诱导李娇，让她说话的内容中表露出威胁和诈骗的意味。关键时刻，孙兵还过来递刀子，我就是威胁你怎么的，不给钱，我就让你身败名裂，让你进局子。听完，我冲他冷冷一笑：那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告我。孙兵很是听话，转头就把我告了。但他不知道，我就知道这小子知道我中了彩票不会老实，防他跟防贼似的。他和李娇在我办公室说的所有话都被我给录了下来，成为他诈骗我的证据。开庭当天，孙兵和李娇两人一唱一和地控诉我对李娇的不良行为，他们说的越真切，待会打脸就有多疼。等两人唱完双簧，我直接拿出有力证据，两人直接傻眼。我的录音在法庭上当庭播放，围观群众听完纷纷表示三观尽碎。想不到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偷偷录自己和那啥的视频，想诬告对方。潘金莲都没她不要脸，这对狗男女应该重判，最好在监狱里关一辈子，省得他们出来祸害人。李娇和孙兵由原告变成被告，案件需要重新审理，他们俩会不会被判刑？我的态度很重要。孙兵他妈于鹤跪着来求我写谅解书，被我拒绝了。你们娘俩从小欺负到大，咱们本是亲戚，你们却从来不盼着我们好，如今害我未遂，来求我写谅解书，谁给你的脸过来求我？我只恨不能把你也关进去。孙兵和李娇因为诈骗罪被判了好几年，关他们一辈子做不到，但他们这辈子也废了。于鹤后来找我闹过几次，都被我的保镖给撵了出去。后来听说精神出了点问题，过马路的时候不专心，被车给撞残废了。谁说恶人无恶报，只是时候没到。安稳下来后，我和我妈去给我爸扫墓。夕阳下，我爸的墓碑像是一座高塔。我把这段时间的经历一点不落地讲给我爸，希望他在九泉之下能安息，我们周家不至于绝后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